你有没有发现，听中文的时候，最让人累的，不是完全听不懂，而是你明明听懂了一点，却突然被一个词卡住。前面几个字，你好像跟上了，可是中间有一个词，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你想抓住它，可是后面的句子已经走远了。等你还在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整句话已经过去了。你开始怀疑自己，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，还是听不懂？后来我才发现，也许我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太用力了。我太想抓住每一个字，所以反而听丢了整句话。以前我听中文的时候，总觉得自己必须很认真。我会坐在桌前，把手机放好，把字幕打开，把笔记本放在旁边。我告诉自己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听懂。我一边听一边看字幕。一开始我觉得还可以，第一个句子我听懂了一半，第二个句子我也听懂了几个词，可是很快一个不认识的词出现了。我停住了，我的耳朵还在听，可是我的脑子已经不再往前走了。它停在那个词上，一直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词怎么写？我是不是学过？为什么我又忘了？于是我按下暂停，我把那一句话倒回去，再听一遍，还是不懂。我再倒回去，又听一遍，然后我打开词典，查那个词。查到以后，我终于知道了它的意思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已经忘了刚才整句话在说什么。我知道了一个词，却丢掉了整句话。那一刻，我没有觉得自己进步，我只觉得很累。明明我是在听中文，可是感觉像在考试，每一个不认识的词都像一个小小的错误。每一次听不懂，我都会在心里给自己打一个很低的分数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就是这样学中文的。我听1分钟要暂停很多次，我看一个5分钟的视频，可能要花半个小时。听起来好像很努力，可是我越来越不喜欢听中文，因为中文对我来说，不再是一种声音，不再是一段故事，也不再是一个人在说话。中文变成了很多词，很多我必须马上听懂的词。只要有一个词我没有抓住，我就觉得自己失败了。我开始害怕那些很自然的中文，害怕中国人说得太快，害怕一句话里有太多生词，害怕自己刚刚听懂一点，又马上听不懂了。可是后来，我慢慢发现，真实的中文不是这样来的。真实生活里的中文，不会像课本一样，一句一句停下来等你，它会往前走。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不会因为你还在想第一个词，就停下来等你查词。视频里的故事，也不会因为你不懂一个词，就停在那里。中文本来就是流动的，它像一条路一样往前延伸。如果我每一步都低头检查脚下的一颗石子，我可能会忘记自己其实是想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有一次，我又在听中文视频，那一段并不难，速度也不算快，可是中间还是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词。我的手已经快要去按暂停了，可是那一刻，我突然停了一下。我想，先不要停，先让它过去。
于是我没有暂停，也没有马上查词，我只是继续听。那个词过去了，后面又来了几个句子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不安，因为我知道刚才有一个词我没听懂。可是听着听着，我发现后面的句子慢慢给了我一些线索。我听懂了因为，听懂了所以，听懂了后来。我没有完全知道那个词的意思，可是我大概知道这个人在讲一件什么事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点惊讶，原来有些词不用马上抓住，你继续听，它们有时候会慢慢变清楚。就算它们没有完全变清楚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还可以听懂别的东西。你可以听懂这句话的方向，你可以听懂这个人是在解释，还是在回忆。你可以听懂他是轻松，还是犹豫。你可以听懂他为什么停了一下，为什么声音放低了，为什么一句话没有说完。原来，听懂中文，不只是把每一个字翻译成英文。听懂中文，也可以是慢慢听懂一段话的意思，听懂一个人的状态，听懂生活正在发生什么。从那以后，我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听法，不是一下子改变，而是一点一点改变。以前我听中文，总是很紧张，我觉得自己必须做好，必须专心，必须把每个词都听清楚。后来，我开始在做饭的时候听中文，不是坐在书桌前，不是拿着笔一边听一边记，也不是准备考试。我只是把手机放在厨房旁边，一边整理东西，一边听。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，锅里的声音慢慢响起来，窗外有一点风，中文的声音也在旁边慢慢出来。刚开始，我还是听不懂很多地方，有些句子一过去，我就不知道他刚才说了什么。有些词，我听见了声音，却不知道意思。可是因为我正在做自己的事情，我没有办法一直暂停，我不能每听不懂一个词就停下来，擦干手，打开词典。于是，我只能让那些不懂的词先过去，我只听自己能听懂的部分，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，也不是为了马上记住新词，只是让中文在旁边继续流动。慢慢的，我听见了一些不一样的词，有时候是窗外，有时候是安静，有时候是突然，有时候是好像。这些词并不复杂，可是它们不像课本里的例句，它们在一个人的声音里出现，在水声和锅声中出现，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出现。还有一次，我听到一句话里有走远了，还有回头看。我没有听懂完整的意思，可是我大概感觉到，那个人可能在说一段过去的事情，也许是一个选择，也许是一个离开的地方，也许是一个已经不能回去的时刻。那种感觉很轻，可是它让我突然觉得，中文不是一堆要背下来的词，它也可以是一种气氛，一种画面，一种慢慢靠近的感觉。以前，我会觉得这种听法没有用，因为我没有听懂全部，也没有记下新词，更没有把每一句话都分析清楚。可是现在，我不这么想了。因为那一次，我没有逃走，我没有因为一个词听不懂，就关掉声音，
我只是继续做自己的事，继续听，让中文在我的生活里多待一会儿。也许这也是一种进步，不是突然听懂一整段，不是马上变得很厉害，而是在很普通的生活里，开始不再害怕中文的声音。后来，我看中文视频的时候，也开始有一点不同。以前我会一直盯着字幕，只要字幕里有一个词不认识，我的眼睛就停在那里。可是现在，我会试着抬头看画面，我会看说话的人是什么表情，看他是不是在笑，看他是不是有点着急，看他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停顿。有时候，我还是听不懂所有词，可是我能知道这个人在开玩笑。有时候，我听不懂整句话，可是我能感觉到，他其实不是生气，只是有一点无奈。有时候，一个句子里有很多词我不认识，可是从声音和表情里，我知道那句话背后有一点关心，也有一点不好意思。这让我慢慢明白，语言不只是字，语言也是声音，是表情，是停顿，是一个人说话时的语气。我们学中文的时候，很容易把中文变成一个一个词，一个一个语法点，一个一个需要记住的东西。可是中文首先是一种生活里的声音，它有人说出来，有人听见，有人用它解释，有人用它回忆，有人用它开玩笑，也有人用它说那些很难直接说出口的话。如果我只盯着每一个字，我可能会错过这些东西。我可能听懂了词，却没有听见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单词不重要，单词很重要，语法也重要，听力练习也重要。可是我慢慢知道，它们不是全部。如果我每一次听中文，都要求自己听懂每一个字，我会很快累，我会觉得中文永远太难，自己永远不够好。可是如果我允许自己先听懂一部分，我反而能听得更久。我可以听一段，不停下来。我可以听第二遍，再多听懂一点。我可以今天只听懂一些词，明天听懂一个句子，过一段时间再听，突然发现自己听懂了更多。有时候，进步不是你一下子听懂所有内容，进步是你听到一个不懂的词，但没有马上放弃。进步是你没有因为一个词卡住，就否定整段听力。进步是你知道自己没有听懂全部，可是你还愿意继续听。以前，中文对你来说可能是一大片模糊的声音，所有字都连在一起，你不知道哪里开始，哪里结束。可是慢慢的，有一些词会亮起来，有一些句子会变清楚，有一些声音会变得熟悉。你不一定一下子走进中文的中心，但你已经不再完全站在外面。我以前总想证明自己真的在进步，所以我很在意自己听懂了多少。如果一段中文我只听懂一半，我会觉得不够。如果有一个词我查了很多次还是忘，我会觉得自己很差。如果听中文的时候需要字幕，我会觉得自己还不行。可是现在，我想对以前的自己说，你不用一直这样紧张，听懂一半不是没有用，听懂一半说明你已经听懂了一半。你听懂的那一半不应该被你忽略，它是你走过的路，
是你认识的字，是你练过的声音，是你一次又一次没有放弃之后留下来的东西。也许你今天听中文，只抓住了几个词，也许不是完整的故事，也不是清楚的答案，也许你只听见窗外，好像，后来，走远了。可是这些词已经不再只是声音，它们开始有方向，有颜色，有一点感觉。以前，它们可能全都混在一起，现在，你能把其中几个词听出来。再后来，你会听见短句；再后来，你会听见一段意思；再后来，你可能会发现，有些中文不需要翻译，你也能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这个过程很慢，可是它是真的。所以，我不再要求自己听懂每个字，不是因为我不想进步，也不是因为我觉得生词不重要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如果我一直追着每一个字跑，我会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听中文。我听中文不只是为了答对问题，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学得好，也不只是为了把所有词都翻译出来。我听中文是为了慢慢靠近一种声音，靠近一种生活，靠近那些我以前听不懂，但现在想听懂的意思。如果你也常常在听中文的时候卡住，请不要马上责怪自己。也许你不是没有进步，也许你只是太想一次听懂全部了。可是语言不是这样进入我们的，它不是一次全部进来，而是一点一点进来。先是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然后是一个词，然后是一小句话，然后是一段意思。你听懂的东西会慢慢变多，你害怕的东西也会慢慢变少。下一次听中文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词你听不懂，你可以先让它过去，不要急着说自己失败，不要马上关掉声音。你可以继续听下去，看看后面的句子会不会给你一点线索。你可以听第2遍，听第3遍，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让中文在你的生活里多出现一会儿。因为有时候，真正的进步不是你终于抓住了每一个字，而是你没有被一个字拦在原地。我想，听中文也是这样，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听懂全部，才算走在路上。我们可以慢一点，可以听得不完整，可以有很多地方不懂。可是只要我们还愿意继续听，中文就会一点一点变得熟悉。那些曾经很快的声音，会慢慢有形状；那些曾经陌生的句子，会慢慢有意思；那些曾经让你紧张的词，也会有一天变成你自然听懂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你听中文，只听懂了一半，请不要马上说自己失败。那一半不是没有用，那一半是你的耳朵正在靠近中文。你没有听懂的部分，也不一定永远听不懂，它只是暂时走在你前面，你可以慢慢追上去，不用着急，也不用责怪自己。你已经在听了，你已经在路上了。